熊猫萌兰越狱后续来了，狱是昨天越的，铁皮是连夜焊的。萌兰越狱的路线已经被铁皮全部封锁，这下真的纯欲疯了。众所周知，昨天萌兰越狱事件可谓震惊整个熊猫圈，这孩子说不定真有啥急事，几年了都还不忘初心。最后在奶爸使用美食计后，萌兰最终放下了越狱。萌兰被骗到内场后，北栋连夜请师傅安装起了铁皮。你看奶爸们庆幸的表情，嘴里不停说着，差一点就让萌兰给成功了。然后时间来到了今天早上，萌兰一上班直接就惊呆了，铁门上还有围栏上全都被铁皮焊死了。给你们看2组照片对比一下，经过铁皮这么一焊，萌兰越狱路线已经被全面封锁，之前能够轻易爬上的门也爬不了喽。还有右边这围栏，直接就不给爬的机会了，直接全部焊死。于是有网友调侃道：“这下好了，经过这大铁皮一焊，萌兰的院子真的纯欲疯了。”望着好不容易找出来的路线，一下被封得死死的，萌兰彻底陷入了绝望。今天她上班后，整天都表现得不开心，到院子只是走了几下，早早的便来到了木架上睡觉。看得出她是真的崩溃了。从10月4号的研究路线和勘察监控，再到10月10日的拆掉监控，以及10月13日练习下墙的动作，她精心准备了足足10天之久。然而就在昨天真正实施后，没想到一失足成千古恨。这下好了，留给萌兰越狱的机会是越来越少了。萌兰呀萌兰，其他熊3番几次要考公务员，你是3番几次越狱？难道说你真的有急事？朋友们，萌兰又有大动作了。继10月10日萌兰拆除监控后，她今天又爬上铁门，再一次检查监控是否真的坏掉了。我们通过这2组视频对比一下，可以看到监控被萌兰拆掉后，还被工作人员拆走了。萌兰确认完以后，她接下来的一个动作，根据我的判断，她下一步即将开启越狱。众所周知，萌兰当年越狱，无论是技巧还是力量，那都没有问题。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她只学会了上墙，没有学会下墙。所以当年在最有希望成功越狱的时刻，她最终没有越狱成功的原因就是不会下墙。因此啊，萌兰觉得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。今天确认监控坏掉无疑后，就开始练习下墙。即使条件有限，他依旧努力地为自己创造条件，把后脚伸高，模仿下墙的动作。今天我去北栋看他，看了他5分钟，有4分钟的时间里，他都在练习下墙的动作。那他到底有没有成功呢？可能这是很多姨姨们的疑问。朋友们，请不要眨眼睛，他下墙成功的画面也被我拍了下来。糟了，萌兰学会下墙了。再经过她几番练习，想必这下墙的技巧就能被她熟练掌握。你瞅瞅萌兰的表情，一脸的得意自豪。北栋要注意哦，萌兰从10月4日最开始的观察监控，再到10月10日的拆掉监控，以及今天的下墙动作，无不展现着萌兰对越狱的执念。当时游客问他是慕云还是初心，他可以清楚地回答游客自己是初心。你是慕云还是初心呢？初心呢？小奇迹摸到电网被电出狗叫声，妈妈美香看到后赶紧上前安慰。事情是这样的，这天小奇迹正在和妈妈玩耍，突然小奇迹站起来，用好奇眼光打量着围墙上的电网，突然他还用手摸了摸，结果被电出了狗叫声，然后就跑开了。美香听到叫声后赶紧跑了过来看看怎么回事。母爱果然不分种类，当孩子遇到危险时，第一个出现的就是妈妈。美香来到小奇迹身旁后，打量着孩子有没有受伤，并询问怎么回事。通过一顿猫语交流，美香也了解到了来龙去脉，并安慰起了小奇迹，让他不要去碰电网。被妈妈安慰后，小奇迹立马就不害怕了。看到这，可能有人会问，为啥熊猫场地会有露天的电网？实际上呀，每只大熊猫展出区的围墙都很矮，没有电网就很容易爬出去。北栋的萌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为了让熊猫远离外墙，电网是最安全的方式，并且电网电压不高，力度刚刚好，猛逼不伤脑。还有呀，有些大熊猫还摸电网上瘾了，奶爸就给他们换到没有电网的场地。如这个视频中的叶子，就经常摸电网，每次都被电网吓到，但他习惯后丝毫不慌，反而每次去外场展出时都会打卡一下电网。还是老样子，每次都被电下到，电到后又来摸，丝毫对大熊猫没有身体上的影响。所以有些网友不要乱喷哦，看完视频再喷。除了叶子，你还知道哪些大熊猫摸电上瘾？来，大熊猫真的听得懂人话。好好对了。
这只委屈巴巴的大熊猫叫做汪家，它本是一只野生大熊猫，于2007年冬天被管护队员发现于风筒寨保护区。当时它卧在冰天雪地中，浑身湿漉漉，管护人员静等3小时，未见熊猫妈妈回来，怕它有危险，然后就带到了大熊猫保护区，因救助于汪家沟，故取名汪家。2014年开始繁育，到如今已经有了7个子女。当初这只靠越狱卡头而火爆全网的颜慧，便是汪家的第2个女儿。就在前几天，汪家上班时，一来就盯上了宰在手中的笋笋，老大的没抢到，他转头就来抢老二的。即使老二把笋笋护得严严实实，但在绝对的实力面前，笋笋最终被汪家抢走。刚好这一幕被现场的游客拍摄了下来。小的现在 emo 了。看到老二笋笋被抢后，有点伤心的感觉。然后游客就说了一句：“汪家好坏。”太好坏呀！没想到游客无心的一句，居然被汪家听懂了。汪家直接愣在了原地，顿时手中的笋笋不香了，表情都是委屈巴巴的。直到最后，看汪家的表情，我感觉他都要哭了。其实这也不是汪家第一次抢孩子笋了，在此之前，汪家带的每一届孩子都有被他抢笋的经历，无论是16届的颜慧，还是20届的嘉阳和嘉柏，都亲自给汪家包过笋。让他没想到的是，这一次既然有姨姨们说他，孩子的自尊心一下就受到了打击，所以他才会觉得委屈吧。最新消息，萌兰又在预谋越狱。距离萌兰上次越狱已经过去了1年之久。当年萌兰的这起越狱事件，在全网以及全世界都造成了极大的轰动。后来随着北洞的围墙加高，萌兰也安分了很长一段时间。就在昨天，这不国庆节嘛，就有游客去看萌兰，刚好拍下了萌兰预谋越狱的视频。只见他通过石头成功爬到了这个铁门上。然而在这个铁门上有一个监控，熟悉萌兰越狱方式的朋友应该知道，这家伙在越狱前最喜欢做的就是拆监控。去年他越狱前，他就曾几次爬到监控前去搞破坏。虽然途中他有几次因拆监控而从高空摔落而下，但凭借一腔越狱精神，他摔倒了又爬，最终成功将监控弄毁。所以我看到萌兰这熟悉的行为后，我才说他这是越狱前的征兆，他又在预谋越狱。但从昨天的视频来看，萌兰最终也没能够着监控，然后一脸失落的离开了监控下范围。通过去年和今年的视频相比较，今年监控可触摸的难度确实比去年大了不少。看来北洞的工作人员不仅防火防盗，还时刻在防着萌兰呀。这也是此次萌兰没有拆掉监控的原因之一。失败后的萌兰最后爬到了木架上，不知道在思索着什么。反正从铁门下来后，他都是一副不开心的样子。看到这肚子呼吸的动作没？这是很不甘心呀。姨姨们就敬请期待吧，我预估这2天萌兰还会有大动作。为什么这只熊猫妈妈要吼奶妈呢？事情是这样的，这天这只熊猫妈妈正在带娃睡觉，睡得真香时，突然听到了开门声，原来是奶妈开门来拿娃了。这时这只熊猫妈妈心生一计，爬起来就对着奶妈怒吼，目的也很简单，她好像在表达着你什么都不拿就想带走娃。没门！5分钟后，懂他意思的奶妈就拿来了苹果。吃到苹果的熊猫妈妈这时的态度立马发生了180度的转变。刚开始他还这么凶，不让奶妈靠近幼崽，原来是没吃到旺仔苹果呀。您瞅瞅，有了旺仔苹果的他，看着奶妈朝着碗走来，他只是用眼神看了一下，根本没有其他反应。即使奶妈当着他的面拿娃，他只顾着吃自己的苹果。他心里估计想着，苹果是吃到了，娃你就带走吧。哎呀妈呀，这苹果真香！然后奶妈就轻而易举的将熊猫幼崽拿走了。说到用食物换娃的大熊猫，这里不得不提一下成大，只要奶妈来拿崽，他先装作不给的样子。一旦奶妈拿出旺仔盆奶后，那是主动将娃送出。此时他的眼中只有盆奶啊，真香！更过分的是，普通的盆奶喝惯了，他还要求饲养员加蜂蜜，不加蜂蜜的盆奶不换崽。饲养员被迫只好加入双倍蜂蜜。成大经过一番仔细检查后，表情都好像在说这回味道对上了，然后就和饲养员达成了共识。喝上盆奶那一刻，也把娃给了对方。
顺顺为何要把床扔沟里呢？事情是这样的，这天顺顺想要把床搬到秋千上来，秋千那么小，床那么大，最后以失败告终。然后顺顺就在床上翻了一个跟头，结果因为自己太重，使得床失去重心，就这样床不仅翻了过来，还给他脑袋砸了一下，哈哈。这一下把顺公子都砸懵了。想当年，顺公子仅因为奶妈而委屈过，差点就哭了。所以顺公子哪里受过这种委屈，怒火一下就上来了，然后就对床大打出手。他心想着，床你要砸我是吧？看我拿不拿你就完了。他先把旁边挡路的东西弄开，然后要啄床的一脚，就朝着身后移动。就这样，在顺顺的一番操作下，床被他扔到了室内的沟里。这操作咋和天津的二姑奶奶喜乐一样呢？喜乐当时扔的是凳子，顺公子扔的是床。您瞅瞅，直到把床扔到沟里后，他都还没平息怒火，转头把枕头也扔了进去。果然被宠着的孩子都很有脾气。奶妈兰姐听闻后，立马过来对着顺顺就是一顿安慰，并告诉他，既然床敢欺负顺顺，明天就把床换了。在兰姐一番安慰后，顺顺心情也瞬间好多了。万万没想到的是，第二天顺顺又在床上摔倒了。虽然床换了，但顺公子还是没逃脱滚下床的悲剧。哈哈，看来顺顺这辈子逃脱不了和床的夙愿了，还是熟悉的动作。这新床还没来得及睡，又被顺顺给扔了。糟了，太聪明了，糟了。